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一套浴室柜干了4个小时，整整一上午。现在呢，包装是拆完的一个状态。一个浴室柜一共拆了7件包装，全部都是打木架的，足足拆了接近40分钟。没有装脚阀，是直接上了2个对丝。这是一套实木柜，这套柜子呢价格不菲，可能已经破万了。这种柜子呢，它只在前面有2条腿，后面是没有腿的。承重点呢是靠后面的2条螺丝和墙上固定，前面的2条腿落地支撑。现在做安装的师傅们已经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了，瓷片砖基本上已经遇不到了，全部都是地砖上墙，所以冲击钻、玻璃砖头必带。我觉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还是一把电锤闯天下的师傅，我真佩服你，真牛！一套落地柜干到这个环节，我觉得是最轻松的，往后边的活是越干越难。浴柜的侧面呢，还有一个抽屉，这个是要组装的。既然要打这个木楔子，以前总认为这种木楔子是不会出现在安装洁具的师傅手里面的，就是这个抽屉。这个要怎么装？轨道也没有固定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要一个效果图片来看一下具体成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。原来这边是一个化妆台，终于把另一边的这块板子找到了。看到这块板子，大家的第一感觉呢，应该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装洗衣机的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人家这边就是装一个抽屉的。现在各行业内卷的都特别厉害，这些浴室柜厂家也不例外，他们都在不断的创新。天天都在做研发搞升级，搞得我们这些安装师傅啊，那也得天天学习。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个新的，你都没见过，你得摸索着去安装。就像这个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木楔子也对上了，这个螺丝从这里塞进去，感觉哪都不对呢。捣鼓了半天，人家这4块板子呢，有2块是60公分的，有2块是59的。我说怎么老半天对不上，原来搞错了。安装家具的看到这些东西应该不陌生吧？像这种螺丝它是怎么固定的？我感觉用螺丝刀这么斜着拧，怎么感觉都拧不紧。组装床的时候感觉有这样的孔和这样的螺丝，但是我感觉好像差点什么东西，但是在配件包里面又找不到。安装这个抽屉呢，它要固定2边的阻尼轨道，这个轨道要固定在哪个位置也很是让我纠结。我在里边标记画线找位置。轨道上面有那么多螺丝孔，唯独有2个螺丝孔有拧过的痕迹，被我发现了，就是这2个孔对上刚刚合适。看来组装家具的这个活也得多学学了，尤其它这个抽屉呢也很特殊，很多我们遇到这种阻尼轨道呢是在末端有2个螺丝固定，唯独它这个不是这么回事，它下面是这样一个结构。我们装这个轨道的时候呢，顺着这个方向推进去就卡死了，但是卡死以后它有好几个机关，感觉是可以调节前后左右高低的，还有拆卸。在我们这小地方还是孤陋寡闻了。这么长的台面，2个人搬的时候呢，不要平台，平台容易断的话呢，坏了台面，伤了地面，还有可能会伤人，一定要小心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看到吗？还有一块小的，这个小的呢是包洗衣机的。由于这个洗衣机下面呢，它有一个滴漏，就是洗衣机的排水管。这个台面这么做的话就有点矮了，因为洗衣机将来要加一个支架，所以这个台面可能要换一下，这个立板要提高了。这个后期来安装。现在我们开始安装这些上面的镜子啊、镜柜啊、小车柜啊等等。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多柜子我先安装这个镜子呢？因为这个镜子啊，它是落到台面上的，以这个镜子的总高度呢，就可以排列出它们其他柜子的高度，所以我们先挂镜子呢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由于这个镜子呢，它是要通一个电源的，在这个位置呢，要开一个孔，给它拉一个电源线出来。这个不锈钢板太难打了，我用3角钻头打的，就这么一下，把我一个3角钻头就报废了。6毫米的孔太小，扩到8毫米，8毫米的钻头又报废一根，可惜啊。
这种特殊的柜子啊，后期安装改动太多，所以啊，厂家根本是不考虑这些的，都得我们后期自己处理。比如说这个镜子的后面根本是没有电源线的，我们要把这个线呢引到镜前灯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把第一块镜子已经挂好了，镜子的左边同样的高度安装一个小车柜，这个还好安装一点。4个柜子并排装在一起，一定要保证它们是垂直的，不然装着装着就斜了。下一个我们装这个镜柜，这个是最左边的。由于后边呢它是预留了电源线的，刚好这个后面是有背板的。这个背板如果压着线的话，这个柜子会顶起来啊，固定螺丝的时候它效果不太好。背板的厚度呢有 1.5 厘米左右，这样我们开一个槽呢，把线隐藏起来。之前呢也经常这样做，看我视频的应该都知道。这样做的好处呢是柜体可以完全和墙贴平了，而且这个线呢要引到柜子的上边来，这样不影响美观。这种全实木的柜子呢，它的重量非常重，所以有这个支撑器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，给我们能省掉好多的时间和力量。并排装了这么多柜子，墙上打了多少孔，而且还是上周水，这多可怕！还好没有中奖。看一下镜子上面的这些线，现在是1、2、3根线了。现在我们装最后一个柜子，也是最难搞定的。果然最难的还是留到了最后。看到这个安装的位置，头瞬间就大了吧？2个水路，2个插座。现在插座是用不成了，直接拆掉，因为这是给电热水器预留的，因为这里不装热水器了，所以它没用。胶布包好，把插座都拆了。不过这个水管是拆不掉的。建议呢出去买几个比较平一点的这个斗帽吧，但是业主呢觉得这样就可以，不用。你想办法拆柜子吧。那咱就听业主的吧，干活不由衷，累死也无功。听业主的，业主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。切柜子嘛，这个小车柜它的安装高度呢还是跟镜子一样高的。现在我们用支撑器给它调节到位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做一个标记，画出我们要切割的位置。如果再低一点，这不就完美了吗？都不用切了。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用这个开孔器来开吧，这样出来效果好一点。如果角磨机切的话，能切得稀碎。用开孔器开呢，我们是只开一半，因为一半已经足够了。这一下子下去了，它下。哎呦，我也是。光开掉背板这一点厚度是不够的，然后继续开深一点。哟呵，这么一看怎么像2个眼睛呢？这就是干安装的魅力，天天装的东西不一样，遇到的困难也不一样，永远都不会感觉到无聊乏味。这和流水线上的工作可完全不一样，这是手脑并用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每一个柜子上面的线都拉到一块儿去，然后给它接通这个电源。线虽然多，但还要隐藏起来，我们站在下边还要看不到线，把这线都用卡子给固定好。最后还是未能完工，洗衣机上面这一个也不确定因素太多，后期还要做改动，不过整体效果已经出来了。这就是整整1上午干的活儿，太费劲了。